高雄在地人閒聊，大港開唱擠爆鹽埕，房價卻價量巨跌。先說結論哦，活動的人潮再多，並不等於房價會漲哦，因為房價要漲哦，它需要同時具備的因素很多。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的走進房客的房子，你就有罪。這次我們來看一下，商圈業績好能推動房價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雄櫻花季加大港開唱注入人潮，鹽埕街頭及商圈業績增3成。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今年3月，高雄連續舉辦了櫻花季音樂會，這個在夢時代對面，那個我有去，因為那個 YouTuber 的創作者派對就辦在裡面嘛，然後演唱會有韓團啊。我到的時候，我說，這個不是很潮嗎？很潮的地方，然後現場全部都是女生。都是那個年輕女生，好像學生這樣。我想說，哦，韓團威力。然後我聽到台語歌，跨界孫淑妹，然後櫻花季，然後跟大港開唱，還舉辦了憑演唱會門票就能換商圈夜市優惠券的活動。高雄真的是很厲害，非常厲害。然後我現在又看到那個澄清湖哦，澄清湖有水怪哦，充氣的那個水怪很屌就已經在恐怖了，還放一隻尼斯湖水怪，這樣很屌而且放起來有夠像的。真是很會行銷啊！結果怎樣？好，你看這張圖，當然就是各大商圈跟夜市都被塞爆了。然後剛好是經發局的統計，帶動整體業績成長超過3成，非常厲害哈！怎麼可以那麼厲害？高雄真的是每個假日都有活動啊！我講一個題外話，我前2天在脆上看到陳其邁市長在一個演講活動中，被同學問到說，為什麼泰勒斯不來台灣開演唱會？泰勒斯你知道嗎？非常非常膾炙人口，這是全球地球巨星等級的那他的回應超級清楚。我跟你講，你有機會你去看一下就是陳其邁在回應為什麼泰勒斯不來台灣開演唱會這件事情。這個真的是我仿佛回到就是以前在上班的時候被老闆定的那個樣子，就是邏輯清晰，頭腦清楚，分點跟你講。有此一說啊，就是說講話在描述一件事情能夠跟你說第一點是，第二點是，第三點是，第四點是的這種人他腦子比較好腦子比較清晰，他才能夠在跟你講第一點的時候，他其實2、3、4的存檔都存在旁邊那腦子比較沒那麼優秀的人他在描述一件事情都描述亂七八糟，就像我這樣。然後啊，那個陳其邁市長條條有理就跟你講為什麼，而且講到什麼，講到細節，這個細節就是有開過會有去盯細節才會知道的東西就跟一些其他縣市首長在那邊說我們全力支持，全力爭取。怎樣叫全力？細節是什麼？你要怎麼做？通通都沒有。陳市長，所以我想說，在他手底下工作應該是很操很累因為你唬不了他，你知道，你不能寫一個高大上的報告這個吹捧支持交上去，一定被他幹。他就是要看你的細節，你執行的怎麼樣。簡單的說，就是他被訪問嘛，為什麼泰勒斯這種等級的國際巨星他沒辦法來台灣辦演唱會，然後要講解釋給你聽就說泰勒斯這種等級要辦演唱會，至少怎樣一次要辦4場，然後每一場要是能容納5萬觀眾的，這樣子才只能小賺小賺打拼小賺。那5萬人場地，目前台灣哪邊可以而已？台北跟高雄而已，台北就是大巨蛋那高雄的話就是世運，就這樣而已，沒了然後一般演唱會要求的場地規格是5萬人、15000人、1萬人、6000人，這4個檔次高雄全部都有配合的場館，高雄全部都能做到。然後又怎樣，真的那個採訪很值得一看，你就知道說高雄市政府在盯觀光這件事情盯得有多緊，非常的緊。陳其邁市長我覺得他很誇張，他居然可以知道這麼細節的東西。他還有講台灣就是2個管道要去聯繫，一個是理想國一個是什麼？他連那個專門在負責舉辦這種要聯繫哪間公關公司，他們都知道，真的是開會有在看細節的，所以在底下工作應該是涼快不到哪裡去動不動就被罵，去把細節補清楚這樣。然後你再回去看剛開始的這個新聞，你看難怪人家可以直接讓業績增長3成，因為市長就是有在盯有在看這個東西再來你要知道，商圈大爆發會讓房價大爆發嗎？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說，如果鹽埕區現在變得這麼熱鬧，然後大港開唱每年都有，那是不是說我們應該趕快入手，趕快去插旗鹽埕區，因為它日後會不得了，怎樣又怎樣的好，那我們來看樂居網的統計，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價量巨跌，奇怪，不是說商圈大好嗎？
怎麼房子的交易量都變少了哦？其實這個也正常哦，因為消費熱度跟購物意願這兩件事情，你知道，一個人決定在哪邊買房，他看的是什麼？工作機會、通勤時間、學區、醫療資源等等這些事情，跟娛樂活動沒有什麼關係。來的人看完表演、吃完小吃就走了，而且大概就是周末的時候，平常還是不熱鬧的。他不會因為覺得哦，鹽埕好好玩哦，好，我傾家蕩產我都給他搬來鹽埕，除非他的生意就在鹽埕，他可能是擺附近什麼文青攤販的啊，他才會去做購物這種決定。你自己想想看，你去墾丁玩得很開心，你會要搬去恆春嗎？應該是不會吧。但我們也不能說這兩件事情完全脫鈎，就是如果這個商圈可以一直熱鬧下去，那商圈裡面的人就會開始有錢，有錢以後在這邊置產是很合理的事情，長久下來還是能夠拉抬當地的房價。我要表達的是它的力道不猛，你知道，這就是很間接、很緩慢。它就不會是1年2年後，像台積電投放在楠梓突然就起來了這樣，這種規模。但是以現在高雄市政府活動越辦越熟練成這樣，熟練到事都有 SOP 那越辦越盛大的狀況來看，我對未來還是充滿期待的。最後你要知道，高雄市政府還可以怎麼做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一下如果要更加促進高雄市的發展，政府還可以怎麼做？我講這個 OK 吧，因為我現在就是高雄人啊，我戶籍都過來了那先講個公道話，高雄市政府其實做蠻多的呢，像剛才講的，用演唱會門票可以換優惠券然後推出跟高鐵業者合作的套裝行程，安諾，所以方向是對的，只是還不夠深入。深入要怎樣？應該要想辦法把這些人多留在高雄2-3天他多留1天就多了什麼？多1天的住宿跟吃喝玩樂，還有當天的消費隔天的早餐之類的。那再來是看能不能跟在地店家做更深入的合作，不是只有夜市攤商，而是那些藏在巷子裡的老店、咖啡廳、冰店、早午餐讓這些人不是就來個演唱會然後就走了就沒了這也很奇怪吧那就讓他們體驗一下高雄。比方說以後就会變成說要看周末的演唱會好，可是他会想要說那我禮拜5下班我就要來了，因為高雄很好玩我在那邊吃，看完演唱會，禮拜6晚上演唱會後，我也不急着回去。連 BLACKPINK 這種天團你看有多少人沒有辦法待到最後，都說要回去趕高鐵然後一出來就把還能進場的票就這樣路上隨便給，在外面聽漏音的那些學生啊、妹妹啊，就這樣給趕高鐵回去幹什麼？就來高雄嘛，就是好好住、好好玩嘛在這邊大舉消費錢留在高雄就這樣，那你人回去就好，這對高雄才會有更重大的正面幫助。你看，不止夜市攤商那些藏在巷子裡的老店、咖啡冰店、早午餐文青店，就是讓這些觀眾朋友不要只是來看演唱會然後回去了，然後就真的走進社區裡面去給他消費啦住宿、交通、餐飲、伴手禮，通通都是錢那這些錢就是能養活在地商家的關鍵。當商家有穩定的收入，他就會想要展店，他想要展店就會租更多的空間，租金一拉高，房東就會覺得這塊地有搞頭，房價才會真正開始動。所以重點從來就不是要辦一場多盛大的活動，像那個誰講的，就是什麼什麼海灘辦一场20萬人的音樂季，然後那附近房價不是這樣子做而是能不能把短期的人潮慢慢變成長期的金流。高雄現在已經幾乎，我講這個應該不會被罵吧，我就覺得以前高雄是0分那現在已經做到60-70分了，但是從60到90分這才是真正跟國際其他城市拉開差距的地方。有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先解決就是高雄小港機场外面的排班計程車，你要不要看一下烏煙瘴氣的，我們外國友人國門高雄這裡一出來抽煙喝酒吃檳榔，不會講英文，在那邊阿薩布魯車髒的要死，第一印象你要不要先解決這個東西然後一下動計程車又有選票的問題，就給他動下去嘛，這裡是高雄然後要開放網約車，這不叫網約車，就是 Uber 還要走到一個什麼地方？我會說，人家興沖沖的從英國輾轉轉機來到台灣，他不會想要受到這種，你給外國友人看這種計程車是要幹什麼？一整排計程車，當然55688是好很多了，還會穿那個制服或什麼。講到計程車還有一個很生氣的，就是那個台南火車站站前那一堆計程車，要不要查一下？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些？有幾個拿出良民證亂七八糟，然後車子臭味，是形象城市的形象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外國人不知道嘛，一個新聞好像越南的吧，然後來台灣打工一個女生就
離開小港機場，當然就是坐計程車啊，他也不知道怎麼選嘛。哦，好，他就坐計程車，然後怎麼樣？一出機場就超速又怎樣，就撞死了，搞什麼東西啊？就是計程車有這麼不能得罪嗎？計程車的貢獻到底是搞不懂，就是車永遠那麼髒，就是車永遠那麼臭，就是永遠要跟那個乘客大小聲啊，就是那麼流氓的，不懂。扯回來就是60分到90分這才是高雄這個海港城市逐漸往國際發展。以後高雄就不會再跟台中比、跟桃園比、跟台北比，沒什麼好比的。以後高雄看看有沒有辦法演唱會的行程這個規格有沒有辦法跟新加坡比，有沒有辦法跟香港比？對啊，這個才是反正就打大聯盟就對了啦，才是未來要認真思考的事情。不過市长也要換的，對啊，希望下一任市長可以就接起來做。下一任市長對觀光一定也相當有研究我說現在是市長候選人因為黃色小鴨當初是他策展的，黃色小鴨呢其實黃色小鴨紅嗎？不紅，就是我們從小到大我們有知道黃色小鴨，但是你真的有擁有過黃色小鴨在浴缸裡面這邊像歐美的小朋友在那邊沒有嘛？對不對？我們當然還比較熟的什麼鹹蛋超人黃色小鴨，可是黃色小鴨怎麼那麼紅啊？就是很意外就很爆紅，就在他做新聞局長的時候任內去弄的還不錯啊。他在觀光是希望高雄可以靠着觀光再往上一個台階，這樣高雄就很猛高雄有什麼？有觀光演唱會大城，然後什麼有台積電然後還有什麼？還有重工業高雄這個體質就會差別就會越來越大，真的是跟我小時候的高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高雄鹽埕區因為櫻花，其實那個櫻花季不是在鹽埕區啦在夢時代那邊。然後鹽埕區那邊主要就是大港開唱帶動當地的商圈業績增加3成。我先分析了商圈的人潮跟房價之間的關聯，雖然短期的人潮確實能帶動消費，但購物的意願其實跟商圈熱鬧程度並不完全相關。然後取決的是工作機會啦，通勤啊，學區啊，醫療資源啊這些條件。不過長遠來看商圈業績穩定提升以後，當地商家的收入增加自然該地區的房地產就沒有什麼往下掉的理由。反正我的結論就是，高雄市政府接下來要做，就是將這種演唱會放煙火式的短暫的人潮曇花一現的，看能不能慢慢轉成長期穩定的經濟動能。大港開唱已經轉了，現在是年年都有然後一辦要辦很久很不錯啊，讓旅客停留的時間延長。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要推動演唱會經濟，下一步可以怎麼做？真的賠錢也找泰勒斯來辦演唱會B直接弄一台各個都市直達高雄的高雄演唱會高鐵專車，甚至在車上開始帶活動，反正就是那個歌手的演唱會，大家就一起合唱那首歌。C 挑戰365天，天天都有演唱會。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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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
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演唱會經濟這件事情我要講不好聽的話了首先，演唱會這個我樂見其成你看那個1萬人、2萬人這1萬人一天出門參加演唱會，少說吃吃喝喝花個票價我們就不講了，花個500塊有吧？1萬人這樣就是500萬了一天呢，然後2天、3天這樣子辦下來，所以當地經濟很有刺激的作用。然後再來是我這樣描述好了叫做脆弱的演唱會脆弱的演唱會。脆弱的演唱會，脆弱在具體是什麼呢？就是演唱會這個事情我越想越覺得怪怪的。然後不可否認，中國現在做的比我們好非常非常的多，因為安檢安檢這東西。脆弱的演唱會具體是什麼？演唱会同時擠了3萬人在裡頭然後安檢有跟沒有一樣，对不对？包包看一下打開關起來。安檢你太嚴格也不行跟機場安檢每個嚴格到爆好，那大家都塞在那邊也不行那你看，如果演唱會裡頭發生了莫名其妙的惡性事件會怎麼樣？像台北嘛，台北不是中山那邊就發生了殺人的事情。脆弱的演唱會，那東西到底要怎麼防？為什麼我會如此有感呢？因為有一年我去參加那個，也不是我去參加，我就好玩嘛，無聊嘛然後我就去那個夢時代那邊的跨年晚會。我還記得是一個樂團，不紅的樂團叫大象體操大象體操。然後大象體操在台上的時候，突然就有那熒幕轉嘛，就他好像很驚訝然後就走了就這樣，然後還有罵了一句好像是髒話的東西，他說什麼 shit 之類的，反正就被人家怎麼罵髒話，然後就突然演出就終止了。後來傳出是什麼？是說那個工作人員衝上台跟他講說那個演出要終止，他那時候不是正在表演他那時候好像在講話的階段好，是怎麼樣？說現場有刀，你看這個演唱會還行演唱會大家要買票還要驗身還行那種夢時代那種跨年晚會，你看那個阿薩布魯有誰跟你檢查嗎？沒有就混進去了。所以脆弱的演唱會真的只要一起惡性事件就好。那接下來就是寒蟬效應，就是什麼？演唱會幾乎又不能辦了，因為辦了又要被罵了。你看演唱會擠了1萬人，他真的是壓力鍋首先我們不要講惡性事件講感冒、流感、疫情這種東西，我靠，現場只要你放1萬人，你能確保說這1萬人裡面都沒有人感冒嗎？都沒有人陽了嗎？陽性，那大家把口罩扯下來，盡情的吶喊，我靠，這個對政府來說一定是非常頭痛的。我靠，你們一定要擠1萬人、2萬人、5萬人在這邊嗎？好，我都覺得很頭痛然後再來是小朋友，你小朋友不能走失任何一位呢。雖然現在這個時代要管小孩也不知道去哪裡賣但是小孩不能走失一位，你不能有任何一個小朋友或是任何一個演唱会的觀众，然後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件，比方什麼看台掉下去之類的一發生，你看寒蟬效應就出來了這到底要怎麼管？我說真的，我不知道怎麼管然後相反的，像我去那個中國的演唱會，好嚴格真嚴格演唱會門票實名制然後刷臉進去的我個人認為逃犯都不能去參加演唱會，為什麼？一下就被抓了這個是通緝的就直接被帶在旁邊。然後我進去現場還有機器人不是語速科技的機器人站在那邊，手上拿着盾牌，這樣就是機器人安檢。我還有特別問說，這個會動嗎？不會，這個是擺飾，先擺給你，還是真的會動，只是說先擺出來給大家看。然後就實名制，然後這個安檢也相當嚴格也不能帶液體進去。如果你要喝水，只能買那個軟包水，你知道，也不能是寶特瓶。你說這是礦泉水瓶不行，為什麼？會有瘋狂的粉絲因為太嗨還是怎麼樣往前面丟，這樣有砸傷人的風險。脆弱的演唱會真的是脆弱，一個場地封閉的场地這樣擠了2萬、3萬、5萬人下去，我光想我就覺得很恐怖。我如果是這個演唱会的 security 叫我負責我是那個負責安全部門的主管，我要辭職了，你知道，早晚出事的好恐怖脆弱的演唱會，我們台灣演唱會發展到現在也還好，也没有什麼問題什麼白冰冰、諸葛亮的也没有什麼很誇張的事情發生我們還是在進步當中。只是演唱會這種東西我越想越恐怖，
不知道呢哦，看看有沒有可能就是 AI 科技哦，能夠幫忙啊。比方說多架幾支攝影機哦，然後去觀察說，哪邊的人群壓力哦，哪邊有突發事件哦，開始有一些狀況、有些問題，趕快去介入。大概也只能這樣吧。脆弱的演唱會，越想越怕。我當然希望不要發生啊！如果莫名其妙就是有一些類恐怖攻擊的事情發生呢？以我們台灣現在這種等級的安檢，像捷運中山站的惡性事件發生了以後，馬上緊接着是什麼？跨年跨年晚會，你說大家怕不怕？然後又出現了很多所謂的模仿犯，你知道呢？脆弱的演唱會哦，脆弱的演唱會，我還是希望啊，就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就不要搞這些有的沒的亂七八糟的毛病，然後讓我們的演唱會經濟可以繼續盛開下去。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